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的美漫《飞出来》第3季第18集。这一集主要讲如果机器的故事。教授终于完成了如果机的最终调试，它和我们之前讲解过的第2季第16集中的假如机器很像。而这次班德想看如果自己变成人类会发生什么。虽然做机器人很棒，但机器人没有感情，因此教授决定满足他的愿望。通过如果机，我们可以看见教授发明了一种能把班德变成人类的方法。该方法采用逆向石化，即把矿物质转化为骨头和组织，例如把罐变成一个烤面包机。同理，班德也能变成人类，这让教授对诺贝尔奖又燃起了希望。班德却对人类身体很不适应，特别是他的天线竟然换了地方。不过好在除此之外，人类身体还能用来干很多事情。重要的是，他让班德明白，男性人类通常只会对女性人类产生不一样的感觉。为了庆祝班德成为人类，众人来到餐厅庆祝。班德依然像以前那样喝酒抽烟，唯一不同的是他会吃人类食物了。当听到很嗨的音乐，他的屁股会不由自主扭动。艾米看到后告诉班德，成为人类的重要一部分是自我控制，可班德直接无视，他甚至想一边吃东西一边上厕所。幸好大家阻止了他，教授也叫班德回家，还要他保持好身材，好去参加下个星期的诺贝尔奖。但班德还是挣脱束缚逃走，拿着人类身体尽情放肆。等1周后，诺贝尔奖开始，紧张的教授站在台上，弗莱才把班德找回来。众人惊讶的张大嘴，约翰更是说班德的胆固醇有40磅。教授越来越心虚，他的死对头见此立即表示，教授不能得诺贝尔奖，他应该滚出科学院。其他科学家纷纷附和。关键时刻，班德对科学家们说，作为科学家，你们难道不能接受新理念？既然没亲身体会过我现今的生活方式，那就不要妄加评判。科学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又因为班德想开派对，于是颁奖现场瞬间变成大型蹦迪现场。蹦迪结束，诺贝尔化学奖也由班德获得，原因是他1周的人类生活要比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要过得丰富多彩。但由于班德早已经在派对开始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他一句感谢的话都说不出。众人只好把他弄出颁奖现场，班德成为人类的故事就此结束。接着弗莱对如果机说出自己的愿望，即如果生活更像电子游戏会怎么样？答案是有些事物变成了游戏线条，世界只有输赢或战与不战的2种可能性，而要想和平根本不可能。就连马里奥的和平白裤子也被摧毁。战争一触即发，快递小队来到军队游戏中心的作战室，因为弗莱知道电子游戏概率的秘密，他告诉将军关于任天堂人。注释：任天堂是一家上市游戏娱乐企业，主要生产和销售家用游戏机和游戏软件。超级马里奥2第2部是其公司的一个产品。注释完毕，自己整个9年级都在研究它。正说着，门外传来一声巨响，大家逃往逃生通道。虽然在这个过程中，弗莱被约翰误吃掉，可幸好他还有一条命。一会儿，几个人总算来到外面，看着城市正在被摧毁。莉拉觉得一定是有外星入侵者，没错，他就是快递小队的老朋友8号星球的国王。不过在游戏世界里，他是任天堂人。后来在音乐和酒的助攻下，弗莱大秀操作，消灭了不少任天堂人的飞船。此时他就好比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。可惜将军不幸领了盒饭，他的夫人非常难过。很快敌人只剩下1架飞船，弗莱冷汗直流，因为在游戏里他从来打不掉最后一个敌人，每次都是哥哥帮他干掉。最终战争结束，任天堂人胜利。他们想获得价值100万零花钱的游戏币，教授拒绝，表示要用游戏币来洗衣服，国王也要用它来洗衣服。既然如此，他只好把自己的衣服拿给快递小队一起洗。没想到问题就这样被解决。游戏世界结束，教授让众人再次对如果机提出最后一个问题。在此之前，谁提问机决定出下一个提问者是莉拉。作为被遗弃在地球的外星人，特别说明一下，此时的莉拉还不知道自己是变种人，因而她想知道如果自己找到真正的家会怎么样。关于这一部分，动漫效仿的影片是《绿野仙踪》。莉拉从睡梦中醒来，一场龙卷风把她带到一个梦幻的世界，但她却撞到了一个人。该世界的小朋友说，这人是西方男巫。莉拉看他靴子不错，便把它穿在了自己脚上。不仅如此，尼卜勒还吃了一位小朋友。这时艾米出现，她是这里的北方女巫。莉拉问她如何才能修好飞船，艾米回答，去找教授就行了。继而问莉拉脚上的靴子有女士款吗？对此莉拉在去找教授的途中，他又遇到需要大脑的稻草人弗莱，需要人类心脏的铁皮人班德，以及需要勇气的约翰。几人打算一同出发去找教授，殊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被老妈女巫看在眼里。他命令蝙蝠手下去把他们抓回来，手下遵旨，却唯独没有抓来约翰，害得约翰只能坐出租车来。而老妈之所以抓几人来，是因为她一直想收养个女儿。莉拉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选，刚好她也喜欢揍人。可就在莉拉以为自己要找到真正的家时，班德不小心把酒洒在了老妈身上。这时
老妈融化，所以几个人还是找到了教授，希望他能帮自己实现愿望。谁知道这里的教授竟然像个大头娃娃，让人看起来有些害怕，但事实上他很好说话，还给了约翰一把枪，相信有了枪，约翰将不再需要勇气。不料班德却拿着把枪劫持了教授，教授竟然也不恼，原来他只有不值钱的快乐币。最后对于莉拉的愿望，教授叫他把靴子互相磕3下，然后许愿回到真正的家。结果莉拉许愿成为女巫，并把小伙伴们变成了蛤蟆。不过好景不长，随着约翰在楼上方便，莉拉融化消失，关于她的如果故事也就到此结束。在第一个故事中，尽管班德成为人类，可他不懂自我控制，导致1周后就领了盒饭。人和机器之所以不同，除了人有7情6欲，还由于人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控制自己，因为控制，世界才会井然有序。就像狠心减肥的人，总会想尽办法管住自己的嘴，而减不下肥的人，总会有让自己长胖的理由。第二个故事，在现实世界中，有很多人都像 Fly 一样沉迷于游戏世界，但游戏终归是游戏，纵使你游戏打得再好，它也不能变成事实。纵使 Fly 在游戏世界里是英雄，可回归到现实，他依然是个连女朋友都没有的普通人。再来看第3个故事，或许在莉拉心中，成为女王才是自己的终极愿望。可惜在不知道真相之前，莉拉总是把真相想得很美好，这也好像是人类的通病。我们总是擅长想得很美，但事实上真相总是残酷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